大小姐，少爷，我是林家大少爷，却被下人故意调换。从小在底层的贫民窟摸爬滚打，长大没有亲人帮扶，见惯了最极端的恶语冷漠，深知这就是个人吃人的世界。小风，这边。这就是本该属于我的林氏集团吗？从今天开始，属于我的谁也夺不走。这就是咱们那位捡回来的大少爷，怎么是个臭送外卖的呀？听说这位甄少爷从小就好吃懒做，无恶不作，前2天还差点把自己的养父一刀捅死呢。有人要花20万买你的肾，老子养了你20多年，是时候回报老子了。来人了！杀人了！林峰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杀人了！这种人渣，就算他是林家血脉，也不配来公司啊！大姐，我真的这么见不得人吗？啊，大小姐，我弟弟是你们能乱嚼舌根的吗？滚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带走！走吧。从小在贫民窟长大的我，只奉行一条真理：只有抓在自己手里的钱和权，才是最可靠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林家所有的一切，都只能是我的。小风，你先在这里等一下，因为你回来，小子正闹脾气呢，爸妈都去安抚了，我把他们叫过来。林峰，你给我听清楚，虽然你是我的亲弟弟，但是小泽从小就喊我姐姐，在林家，你永远排在他的后面。要是被我知道你欺负小泽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弟弟。二姐，三姐，不要这样，哥哥才是林家亲生的，我甘愿跟在哥哥身后辅佐他。哥，欢迎你回家。看到了吗？亲生儿子又怎么样呢？林家只会是我的。你的？确定吗？林峰，你干什么？快松开小泽！二姐，这算欺负？你既然知道是欺负，还不赶紧松手！放开！小泽，你没事吧？二姐，我儿子，你就是我亲生儿子凌峰。我的儿子，这么多年苦了你了，现在回来了，以前那些都过去了。我的亲生父母对我愧疚，大姐对我爱护可以利用，只不过其他2个姐姐和这个杨子好像不怎么欢迎我。他可没受苦，刚回来就欺负我们小泽，刚才差点把小泽的手指都掐断了。什么？小泽被欺负了？我看看，没事吧？妈，我没事。哥哥刚从乡下回来，没学过规矩，我能理解的。妈，他为什么叫我哥哥？咱们家不是只有我一个儿子吗？小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这样的，刚刚他要跟我握手，我就握了，但我忘了我每天要扛200袋80斤的水泥，还要搬3斤块的砖，都怪我的手力气太大，伤着了他。妈，我以后不会了。好孩子，这不怪你，
是小泽他太脆弱了。爸妈，3位姐姐，你们一家人团聚，我这个外人在这不好，我就先下去了。小泽，小泽，小泽啊，从小被我们宠着长大的，有些脾气也正常。你是哥哥，要学会接受弟弟。弟弟？我哪来的弟弟？爸，据我所知，我们林家不是只有一个男孩吗？我是林家唯一的血脉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小泽从小在我们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从小都锦衣玉食的，你让他突然回到那个什么贫民窟，他怎么接受得了？看来大姐对我的爱护也很有限呢。我从小就在你说的那个贫民窟长大，他接受不了，我就活该接受。这不一样，小泽他不知情，你要学会接受理解嘛。我理解他，谁理解我？他已经代替我过了20年荣华富贵的生活，还不够吗？孩子，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受苦了，说吧，你有什么要求，爸爸通通答应你。好，我要林温泽离开这个家。不行，爸，你是从小看着小泽长大的，他什么性格你不知道吗？这万一要是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怎么办？这个，哎，林家还是舍不得这个样子。我刚回来，如果逼得太过分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好，我也可以退一步，让他继续待在这儿。不过爸，我希望您明白，我是您唯一的骨血，是林氏唯一的继承人，而他毕竟是个外人。万一有天他认祖归宗了，难道林氏集团都拱手让人不成？你别乱说，你和小泽都是爸妈的儿子，哪有什么外人吗？这要是小泽没有了林家，他自己出去该怎么办呢？没有林家的大富大贵，他活不下去。而我生来命贱，在垃圾堆里也能活。既然我不配住着豪门旺宅，那我还是走吧。小风，你说的对，爸爸答应你。果然，亲情的羁绊是人性中最脆弱的一点。再加上我自揭伤疤的可怜过去，让他们对我愧疚同情，这是我驻足林家无往不胜的利器。爸，那小泽怎么办啊？小风在外面吃了这么多年的苦，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就不能顺着他吗？他可是你亲弟弟。小风，你别介意，他就这脾气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新礼物，来，跟爸爸去看看。好。小风啊，这是爸爸送你的礼物，喜欢吗？爸，我不太喜欢。你还嫌弃上了？这可是宝马，你在乡下的时候开过这么好的车吗？就是，在乡下那个地方也只摸个50吧。是，三姐说的对。我以前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辆50，哪怕是2手的。我的确不该奢望的，我只要家里最差的就行了。你们怎么说话的？给弟弟道歉！哼，道歉！对不起。小风说不喜欢，那就是不喜欢。小风，喜欢什么车？爸爸给你买。我喜欢那辆。小泽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们的亲生儿子回来了，林家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，我走还不行吗？小泽，你永远都是我亲弟弟，只要有我在，该是你，谁也夺不走。好，看在大姐和妈的份上，我就先暂时不走了。这样，我先出去兜会儿风，顺便给某人点私人空间。你，爸，我突然发现蓝色不适合我，我可以改成红色吗？小风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妈，你看他，小泽乖，有妈在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小风，这是小泽的车，你的车在旁边呢。是啊，小风，别闹了，让你二姐带你去试驾好不好？
走吧，带你体验一下什么叫豪车。爸，啊，我能试试这辆车吗？我喜欢跑车，这辈子只在路上见到过，从来没有开过。小风，这辆车是小泽18岁的成人礼物，乖，听话啊。杨子的成人礼是跑车。妈，你知道我的18岁生日是怎么过的吗？我在工地扛3吨水泥，一共才赚了80块钱，还被我的养父抢走了70，剩下10块，在马路边买了一碗最便宜的清汤面。这个人已经剥夺了我20年的生日礼物，我现在只是想要他一辆跑车，这过分吗？小泽他不是养子，他跟你一样都是我的儿子，是林家的骨肉。是有血缘关系的那种吗？别吵了，我没有血缘关系，我走行了吧？小泽，不准走！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，你就是我的亲弟弟，我绝对不允许你受任何委屈。妈妈和大姐口口声声说我是亲生的，可她这20年过着本该属于我的人生，而我却在替她像条狗一样活着。你的亲生父母爱你，把你换到了我家；我的亲生父母也爱你，把你当成亲生骨肉宠爱。而我呢，我又得到了什么？若没有重新回到林家，我都不知道，原来我也可以不用在垃圾堆跟野狗抢食，也可以过得这么好。我的家人对这个不属于林家的孩子有了感情，想让他留下。好，我答应了。林家家大业大，他仍然是林家的少爷。但现在，我作为亲生儿子，只想要一套玩腻的玩具。为什么在你们眼中，受委屈的还是他呢？够了！你以前过得不好，那是没办法的事情。现在你回来了，我们也会想办法弥补你。为什么非要揪着小泽不放？难道你就想让他过你以前的苦日子吗？你的心里怎么这么扭曲啊？住嘴！小风，爸知道这么多年你吃了很多苦，现在不管你想要什么，爸都给你。爸，我想晚上开着这辆车去兜风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钥匙，爸，你给我拿来。哎呀！小风，从现在开始，这辆车属于你了。小泽，妈知道你委屈，一辆车而已，他喜欢就给他吧，妈再给你买更好的。不，我就要我的车。小泽乖。这是林家历代家主才能拥有的玉牌，妈现在把它给你，证明你永远是林家人。妈，这也太贵重了吧！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还是给哥吧，毕竟他身上流淌的才是真正的林家血脉。小泽真懂事，不过小风不喜欢，你拿着就好。谢谢妈，我一定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家主。这玉牌真好看，我这辈子带过最好的东西，就是客人的外卖，我都没带过这么贵重的东西。这就是家的味道吗？爸，我有了它，是不是就有家了？再也不是个野孩子了。妈，小风，这玉牌就送给你了。小泽，你哥哥在外面受了那么多的苦，你让让他。爸，就算他吃苦，也不能抢小泽的东西啊！就是啊，爸。够了，你们都给我闭嘴！小风这些年真的吃了太多苦了，我必须要好好补偿他。老婆，去我房间，把我那些祖传的古董摆件都拿到小风房间里去。哦，好。爸，那不是你的宝贝吗？我跟你要了那么久，你都没给我。小风在外面吃了那么多年的苦，现在好不容易回家，一定要让他有归属感。爸，你也太偏心了！小泽，等等我！爸爸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？妈妈和姐姐们好像都不喜欢我。小风啊，你不要多想，平日里啊，你姐姐和妈妈把小泽都给宠坏了。给他们点时间，
他们会喜欢上你的。他们太偏心了，只喜欢林文泽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身上流的是爸爸的血，只要有爸爸就好。傻孩子，咱们是一家人呐，你放心，有爸爸在，以后不会让你有任何委屈。在这个家里能做主的只有林建军啊！只要搞定他，我的计划就能如期进行。喂，好哥哥，在林家的感觉怎么样啊？一切都好，林家的财力果然没让我失望。看来有人要倒霉啦。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小风啊，这是你第一天去商学院，好好学习。等你们兄弟俩学成之后，早点回来帮爸爸打理家里的产业。爸，放心吧，爸，我一定好好学习，争取早日继承咱们自己家的产业。放心吧，爸，我都已经跟商学院的打好招呼了，他们会好好照顾小风的。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位新转来的同学林峰。这是谁家的公子啊？怎么看着这么面生啊？不知道啊，好像没见过。文泽，这是谁啊？我看你们坐一辆车来的，朋友吗？哦，他呀，他是我爸妈怕我在学校无聊，专门找来供我取乐的一条狗。如此低劣的水平，你以为争权独立是过家家？林峰同学，你想坐哪儿啊？老师，就让他坐这儿吧，我好好照顾新同学。不是吧，一个下人也配跟我们这些富二代在一起学习？就是一个下贱的血脉，我感觉和我在一起，我连身上都臭了。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叫林峰，林建军的长子，林氏集团唯一的法定继承人。温泽是？你是林氏的唯一法定继承人？那温泽是？你说他啊？他父亲原来是我们家的司机，因为手脚不干净被开除。他妈妈呢，是我们家的下人，偷偷的把我跟林温泽调换。如果说有的同学在教室里能闻到下人的味道，那肯定是他身上传来的吧。品行低劣的司机和下人，林文泽竟然是他们的孩子。我说咋总感觉林文泽不对劲呢？原来是个贱主。林峰，你胡说八道！这是你干的？是又怎样？林峰，你干什么？垃圾分类你没学过吗？你敢骂我是垃圾，找死！他放开！我劝你最好不要搞这些上不了台面的小把戏，不然我怕我忍不住打死你。哎，大家都是同学，都是未来的商业精英，别伤了和气。收拾一下，上课吧。林峰同学，我家跟林氏集团也有合作，你以后在学院里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帮忙。林峰，你敢暴露我的真实身份，妈妈和姐姐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我不过是说了实话而已。你要是这么缺爱，可以随时去找你的亲生父亲。哦，对了，地址我可以随时告诉你。你敢叫嚣呢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好，那就走着瞧，看看我们谁到底才是林家真正的继承人。林峰，
大姐大，让你去顶楼找他。大姐大，京都地下王楚家大小姐楚清城是咱们皇家商学院的老大。原来是与林家并成为京都2大家族的楚家。听闻林文泽与楚清城从小就情投意合，早就定下了娃娃亲。这个时候找我，哼，有意思。哎，给你。这就是站在金字塔尖上的滋味吗？真是令人陶醉。曾经，我是这座城市阴沟里挣扎的老鼠，而这一切本该属于我，我绝不会放弃。谁敢阻拦我，就踏着他的尸骨前进。哟，还是个小白脸儿，但得罪了温泽少爷，可惜了。看见大姐大还不跪下，懂不懂规矩？我记得这里是商学院，不是土匪窝吧？你说谁是土匪？凌风，对女孩说话这么粗鲁，你算不算男人？你要是个男人啊，就别躲在女人后面。你挺着我的名号，享受了20多年荣华富贵，现在反而伙同外人来欺负我，养条狗还知道报恩呢。你别说男人，连狗都不如。够了，凌风，温泽马上就要和我结婚了。我们家温泽温柔善良，但我可不好惹。你再敢欺负他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哼，大姐大是京都地下王楚天书的掌上明珠，身份尊贵，地位尊崇，敢惹他的人，找死啊！像你这种从乡下来的下人，看见女王就应该下跪行礼。对，给女王跪下行礼。你笑什么？都21世纪了，还在做女王吗？我看就是个女王。你再说一次。我劝你嘴巴放干净一点，我可不像温泽这么善良。再敢招惹我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松手！你敢命令？叫你松手！被你抓过的东西，恶心。凌风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嫌弃我家倾城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？跟我大呼小叫！我们家温泽可是凌家养大的孩子，受过精英教育，不像你，比你一个垃圾堆里长大的野孩子强100倍。哼，是，我是在垃圾堆里长大的，但我身上流的是凌家的血，而他不过是一只占了凤凰窝的野鸡，不管打扮的多光鲜亮丽，最终也不过就是个杂种。你说什么？哼，这就破防了。你知道吗？像你这种血脉不纯的野狗，放在乡下，就连吃屎都抢不着热乎的。你信不信我？怎么，这么快就忘了疼是吗？好狗不挡道。你没事吧，温泽？倾城，我是不是太没用？打得好，大姐那可是黑带8段，没打死你，算你小子命硬。怪不得雨瑶姐提前交代我们照顾好温泽，原来早就预料到你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现在跪下给温泽道歉，看在林家的面子上，大姐大或许会原谅你。这一巴掌，只
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。哼，现在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吗？你笑什么？你是想死吗？林峰，你疯了吗？快放开清城！林峰，你竟敢对我动手，你死定了！我打断这腿，让你像狗一样跪在我面前！我跟你妈，给我一个好吗？林峰，你他妈疯了吗？放开他！我爸爸肯定会杀了你！别杀我！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还以为你真是女王呢，结果就这。唉，听说这个沙发谁坐过，谁就是商学院的老大。这沙发还真是舒服啊。那从今天开始，商学院我说了算，谁赞成谁反对。林峰，倾城可是楚家大小姐，你刚到这儿不久就动手打她，楚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能让他来林家找我报仇啊？你觉得爸爸会不会阻止？商学院可是培养社会精英的地方，你动手打架可是会被学校开除的。你要是不想让我告诉院长，你就赶紧给倾城道歉。你是3岁小孩，打不过就告老师。你不过不用你告状，我亲自跟院长说。韦院长，楚倾城敢打我？什么？你没有受伤吧？没事儿，只是受了一点小伤而已。林峰同学，楚倾城家世特殊，他又从小习武，你离他远一些。好，多谢院长。不过我也打了他。什么？你把楚倾城打了？打成什么样了？也没多大事儿，就是差点死了。倾城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妈，你就是林家主找回来的亲生儿子？对，是我。真是一表人才，一看就是林家的种。伤得怎么样？用不用去医院呀？没事儿，只不过是流了点血，牙齿也有些松动，耳朵也有些听不太清楚而已。哎，你胡说！你哪儿伤那么重啊？小风啊，倾城这孩子从小被我惯坏了，下手没轻没重的。你放心，等回家我跟他爸好好教训他，一定给你个交代。阿姨，都怪我不好，倾城是替我出头，所以才被他打的。温泽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我都是自愿的。你给我闭嘴！妈，你干嘛要帮着一个外人说话？林文泽的父母都是下人，天生的贱种，不配你为他这样做。而且他若真是一个男人，也不会让一个女生为他出头，一点脑子都没有，谁是人谁是鬼都分不清。阿姨，对不起，是我没保护好倾城，让他受委屈了。道歉就不必了，你若是真为倾城好，就离他远一点。小泽，小泽，你没事吧？告诉妈哪儿受伤了。妈，我没事。哎呀，吓死妈了，没事就好。小风，你怎么流血了？妈，你是在关心我吗？真不容易啊。妈，这都是他活该，都是他先打了我，倾城为我出头，他才动手打的。什么？你还打了小泽？林峰，你是不是太蹬鼻子上脸了？我在家就警告过你，小泽是弟弟，你应该让着他。林峰，看你是我亲弟弟的份上，我才对你一再忍让。你打了小泽，实在是触碰到我的底线。小风，这次的确是你太过分了。你跟小泽都是我的孩子，这手心手背都是肉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
妈，你要不这么说，我还以为我只是一个供林家养子娶了的一条狗呢。谁说过这句话？林峰，小泽从小就听话懂事，绝对不会说出那样的话。你刚从乡下回来，自己自卑敏感就算了，却把过错推到小泽身上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小风，你这次太让妈妈失望了。失望？妈，是为您的养子，怕他在学校无聊，找了我这么一条狗供他取乐，就不怕我失望吗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是我亲生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那样对你？你还知道我是亲生的？那想必3个姐姐也都是亲生的吧？没有人一直怀疑你的身份，你一直强调这些，有必要吗？那二姐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人骂我是狗，是不是也骂了你？是不是同样辱了我们林家？我没有，二姐，你要相信我。是谁？竟然敢如此侮辱林家！你给我站出来！还是我来告诉你吧。我这里有段录像，想必某些人应该很感兴趣。他呀，是我爸妈怕我在学校里无聊，专门找来跟我取乐的一条狗。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证据确凿，全班同学都听得一清二楚，非要叫他们来作证吗？妈，都是我的错。哥哥回来以后，我怕同学他们看不起我，所以一时着急才说错了话。哥哥一回来就抢了我的跑车，到时候再抢我的爸爸妈妈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好孩子，别说那种傻话，妈妈在呢。你永远都是妈妈最好的孩子。小泽，姐姐们都会陪着你的。小风，小泽他只是一时着急，说错了话，但是在他心里啊，还是一直把你当亲哥哥的。林峰，这件事就是个误会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让小泽给你道个歉，这件事就算了。快去。哥哥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弟。小泽都跟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干什么？没完了是吧？当然没完。我被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成狗的时候，你们在哪？我被他伙同楚清城欺负的时候，你们在哪里？被他口口声声要跪下道歉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里？小风，妈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你再忍一忍，妈保证以后一定加倍补偿你。我的前半生跟野狗抢食，我忍了；跟乞丐抢垃圾桶，我忍了；我的养父也剜我一个腰子，我又忍了。现在我不是有家了吗？我是京都林氏长子，是林家唯一的继承人，我代表的是林家的脸面，你凭什么让我忍？小风，不要再说了，都怪妈妈，妈对不起。不，我要说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受到的所有委屈都要亲自讨回来。小风啊，这件事都怪我们家倾城太冲动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张毅，从小到大，您是第一个在我受到委屈的时候站出来关心我的人，您这份情我认。楚清城，是受林文泽蒙骗也好，还是一时冲动也罢，但总归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小风，你一定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一旦小泽被商学院开除，将来对他继承林氏产业会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。继承林氏？我什么时候同意他继承我的林氏了？好，咱们先不说这个。今天这个事情的确是小泽做的不对，如果他对你道歉还不满意的话，那我这个大姐也替他向你道歉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大姐，自从我进了这个家，你们3姐妹有把我当成你们的亲弟弟吗？你别告诉我他林文泽敢在这么多人面前骂我是狗，背后没有你们3个姐妹在撑腰。那我是怕小泽在学院受到委屈，没想到
他对你说这么过分的话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过后，我一定好好说他，让他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。不必了，我想要的交代会自己要。林峰，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？林语堂，你不是我。如果当年被换的人是你，如果是你在地狱里面过了20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，你未必会有我大度。林语堂，既然你不念及姐弟亲情，执意要维护那个样子，那就不要怪我。不管是谁，凡是挡在我面前的人，都会被我踩在脚下，就算亲姐姐也不例外。商学院是培养商业精英的地方，聚众霸凌同学，还打伤了人，性质太恶劣了。如果得不到林峰同学的谅解，全部开除。凭什么只处罚我们？他也动手了，还差点把倾城从天台上扔下去。你还嫌害得我们家倾城不够吗？倾城，快给小峰道歉。妈，我……凌峰，我替倾城给你道歉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有什么火都冲我来，别把别人牵扯进来。这样，我给你跪下道歉行了吧？哎，小泽，这是干什么？小泽，起来，快起来，快！凌峰，小泽已经跪下向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就算你不给我和妈面子，你总要给楚家些颜面吧？小峰，这件事闹得够大了，再闹下去，我跟你爸以后怎么面对楚家人呢？听妈的，算了啊！老楚啊，你说这2个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啊。不过你放心啊，等会儿我说说小峰，绝对不会让倾城受罚的。爸，是我没用，被这么多人欺负，丢了林家的脸，我不配当你的儿子。我走了之后，你要好好保重身体。好孩子，有爸爸在，我看谁敢欺负我林建军的儿子。我来商学院，本来想好好学习，早日帮你分担工作，可我一来，林文泽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我是狗。你说，有兄弟和睦，我忍了，可他竟然和楚倾城带着一帮人，把我堵在天台上，跟我说我不下跪道歉就要打死我。爸，我是您的儿子，代表林家的脸面，我没跪，他们就把我打成了这样。你胡说，明明就是你！给我闭嘴！给林峰道歉！我不！你反了你！哎，你跟他发什么火呀？要不是那个小子，要不是林文泽蒙骗倾城，那他能趟进这趟浑水里来吗？总的来说，倾城动手就是他的不对。这件事啊，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凭咱2家这么多年的关系，你这可就歪道了啊！小峰啊，你受的委屈爸爸知道，但是你能不能给爸一个面子？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林楚2家合作多年，关系牢固，我若死抓着不放，反而适得其反，不如卖林建军一个面子，对我而言有益无害。如果是别人说的，我肯定不认，但我听爸爸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啊，好孩子，你们还在这继续丢人现眼吗？给我回家！老林啊，小峰的孩子受委屈了，他刚回来，我这个做叔叔的也该表示表示。东郊那块地，就算送给小峰的礼物了。老楚，你这可太客气了，那我就替小峰谢谢你了啊！回家。啊，看林建军的表情，应该是从楚天舒手中得到了不少好处，既惩罚了林文泽，又警告了楚倾城，还在林建军眼中刷了一波好感，一石三鸟，这波不攻不归。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用不用爸带你去医院？不用了，爸。
以前挨打比这重多了，我都习惯了。好孩子，以前都苦了你了，以后啊有爸在，不会再有任何人欺负你了。有爸这句话就够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有什么话不能跟爸说的？爸，您在的时候，我肯定不会被人欺负。可是，在学校，楚清城他们那么可怕，今天我被他们打的时候，我害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傻孩子，在学校挨打的时候，就该第一时间给爸爸打电话呀，爸爸会来保护你的。那爸爸，您能给我点钱吗？我的手机在挨打的时候摔坏了，您给500，哦不，200就行。给我买个山寨的，能打电话的手机就行。哎，这样我在想您的时候，就可以随时给您打电话了。你手机坏了，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？哎，也怪爸，你刚从这种地方过来，爸竟然忘了给你置办这些东西。小王，开快点，我要去给我儿子买最好最贵的手机。我前脚帮你从楚天舒手中夺下一块地，如今你又对我愧疚有加，就想用一罐手机打发我，做梦！爸，林文泽他们的手机都是你买的？他们都有自己的零花钱，他们想要什么就自己买吧。我也可以有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你是我亲生儿子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。说吧，需要多少，爸给你转。我不知道他的零花钱有多少，你给我1000万，行吗？啊？对不起爸，我不该这样。哎，林文泽从小大手大脚惯了，他花钱都是应该的。我从小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我用不着花什么钱。你就给我买个最便宜的，能给你打电话的手机就行，您别嫌弃我就行。小峰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是我亲儿子，你现在回到家，爸想补偿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嫌弃你呢？小泽以前有的，你以后都会有。这张卡里啊有1000万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谢谢爸，您对我最好了。这1000万仅仅是个开始，直到你把整个林家都交给我之前，我会当好一个听话的乖儿子的。没事的，爸，都是我的错，不管你怎么打我骂我全都接受。小泽，我这对你太失望了，他是你哥哥，你怎么能对他说出那么恶毒的话呢？爸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只要不让我离开林家，就算我给他端茶倒水，我都可以。你该道歉的不是我，只要小峰能原谅你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哥哥，白天都是我一时冲动说错了话，你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就一辈子跪死在这儿，一辈子不起来。我不需要你给我端茶递水，爸养育你这么多年，所以你要学会感恩，时时刻刻牢记自己的身份。如果没有爸，你会活得连条狗都不如。所以你要感恩林家，感恩爸，感恩我，懂吗？小畜生，就凭你捏下林家在我头上，做梦！小泽都给你跪下道歉了，你还想要怎么样啊？非要把话说的那么恶毒吗？恶毒？三姐让商学院那帮人打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对自己的亲弟弟也挺恶毒的吗？小峰，你三姐的意思肯定是让他们好好照顾你，一定是他们听错了，所以才误会了。哦，原来是个误会。爸，我有些头痛，想休息一下。去吧，我让保姆给你多做点爱吃的菜，待会儿喊你。1000万，林姐君还真是大方。不过这还远远不够，我要把这1000万变成2000万、3000万，甚至5000万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向她证明，我才是林家唯一的继承人。秋雅是个好女孩，但终究是个普通人，能力有限。如今的她已经不能带给我想要的东西了，所以也没必要
继续吊着他。喂，风哥哥，我听说你被打了，伤得严重不严重啊？没事，我还好。哦，对了，我一会儿会往你的卡里打100万，足够你好好生活了。以后就别联系了。林父，你是不是一进商学院就开始算计我了？看来你还不算太蠢。我看你嚣张到什么时候？家里可没摄像头让你去告状。对啊，家里可没有摄像头。一个大男人还要靠女人来对付我，真是活生生的一个废物。劝你聪明点，以后就少来招惹我。我当时能一刀宰了唐海，不能一刀宰了你。小泽，你今天受委屈了，多吃点。小泽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大虾，多吃点啊。谢谢姐，谢谢妈。大哥，你吃这个。小泽，你吃你的，给他夹什么？他想吃什么不会自己夹吗？三姐，我们从小在林家长大，大鱼大肉都吃惯了。大哥刚从乡下回来，这么大的虾，恐怕见都没见过。大哥，你放开吃，别客气。林峰，小泽好心给你夹菜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显脏。够了，以前发生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。3日后是黄道吉日，我准备举办一场盛大的晚宴，向京都所有的达官显贵宣布小峰的身份，正式的认祖归宗。谢谢爸。爸，可是3天后是小泽的生日，咱们家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为他举行隆重的生日会的。大姐，没关系，我生日过不过都无所谓。傻孩子，你大哥重要，但你的生日同样重要。这样吧，3天之后，小泽的生日和小峰的晚宴，咱们一起进行。如果说我不愿意，小峰，做人要大度一点。你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斤斤计较的市井小民了，一点小事你都揪着不放，怎么融入我们这个大家庭？融入之后能怎么样？让大姐方便联合外人欺负我吗？你好了，你是姐姐就不能让着点弟弟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小泽的生日宴也定在3日后一同举办吧。谢谢爸。不过有件事我要提前嘱咐你们，3日后我邀请了天下集团的张总也来观礼。你们平时在家怎么样我不管，但是在张总面前千万不能丢了凌氏集团的颜面。爸，您说的是南省第一财阀，咱们林家一直想合作的天下集团。没错，张总呢也答应了我的邀请。雨堂，你是长女，在我们凌氏集团已经实习了这么久了，如果你能代表凌氏集团拿下张总手中这个价值100亿的项目，那么你就是凌氏的总经理了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大姐，恭喜你啊！是啊，大姐真厉害，我们一起敬大姐一杯。来。哎，小峰啊，你怎么不喝？凌峰从小在底层长大，恐怕连凌氏集团总经理的含量有多少都不清楚吧？凌氏集团总经理可是除了爸爸以外权力最大的人，光每年的股份分红都至少1个亿呢。跟他这个土包子说这些干什么？来，咱们喝，预祝大姐高升。爸，3日之后，如果我能拿下天下集团的合作，我是不是也能当总经理？哈哈哈哈，没错，如果你能够拿下张总的合作，那么你就是凌氏的总经理。我说大哥，你不会以为以你的水平能管理一个大几千人的上市公司吧？凌峰，你是没睡醒吧？一个3流野鸡大学毕业的学生，还想拿下100亿的合作，做梦呢！小峰，我知道你想做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，但人要脚踏实地，不是自己的东西，不要着急争。不争，
怎么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呢？小风啊，这生意场上的事儿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等这件事儿过了之后，妈给你找几个小点的项目，你先练下手。没错，小风，你就听你妈的。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，我绝不能错过。爸，我想试试。不愧是我凌建军的儿子，有出息。好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如果你能够拿下张总的这个合作，那么你就是总经理。爸，那我怎么办？能者居上。你在公司实习了这么多年，如果连你弟弟都比不过，那就证明你不适合凌氏集团这个总经理的位置。大姐，3日之后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来，好久不见了。最近生意怎么样？来，谢谢捧场。小泽，今天是你生日，你2姐和3姐托我一起把生日礼物给你。生日快乐！我去，这可是劳力士今年的全球限量版，价值足足2000万啊！温泽，我可太羡慕你了，别人有1个姐姐宠就很好了，你看你的3个姐姐都这么宠你，哎呀，你太幸福了。谢谢姐，我很喜欢。傻弟弟，只要你喜欢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大姐都会给你买的。凌总一家和睦，真让人羡慕啊！哪里，让张总见笑了。如果一个人连家庭都管理不好，那你怎么让人相信他有做好一个公司的实力啊？凌总，我喜欢你的家庭氛围啊，希望我们接下来的合作能够愉快，一定不负张总期望。来，干杯啊！大哥，这位不会就是宁家刚找回来的少爷吧？隔着老远就闻到一股酸臭味。哎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今天的宴会可是专门给大哥举办的。玉堂姐，小泽生日你送了他一块全球限量的手表，这亲弟弟回家你不会没有什么表示吧？那怎么可能呢？这份礼物可是我精挑细选，远非价值可以衡量的。林峰，这是大姐送给你的礼物。谢谢大姐。大哥，这是你回林家收到的第1份礼物，你不打开给我们看看，想必一定很贵重吧？绳子，这是哪家奢侈品推出的新品啊？有什么特殊寓意吗？看着不像啊，难道里面裹着金丝？哼，大哥，这个礼物可是姐姐们怕你出来这么久想家，专门回你老家买的。这根绳子熟悉吗？没错，这就是你老家那棵树上把你从小钓到大的绳子。这礼物可真是贴心呐！是啊，送麻绳送乡巴佬，那简直就是绝配。凌总，这是啊，平日里他们姐弟几个闹惯了，让张总见笑了。这份礼物你还满意吗？这可是我精挑细选为你准备的惊喜，你把它放在身边，它可以时时刻刻的提醒你不要忘了。是啊，大哥，这可是大姐良苦用心为你准备的，不像我花点钱就打发了。阿姐，看到了吗？我才是林家最受宠的，而你什么都不是。这根绳子就是个警告，以后再敢跟我作对，你的下场就会跟他一样。是吗？林峰，你干什么？大姐，不怪大哥，可能哥哥觉得你送我的礼物太贵重，大哥心里不平衡。林峰，给小泽道歉。你也配？这个没教养的东西！像你这样的人，就该活在垃圾堆里跟狗抢吃。林雨堂，
忍你很久了。林峰，你疯了吧？敢对大姐动手？我把她当亲姐姐，什么时候把我当弟弟？玉堂，这是第一次，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。啊，今天的晚宴可都是爸请的贵客，你现在动手，爸会怎么想？明明是你先动手的。不一样，我从乡下来的，不懂规矩很正常，而你可是林家重金培养的千金。你好，我回去再跟你算账。林总，这就是你精挑细选的继承人。哎，如果让凌小姐负责我们这个项目，那我们之间的合作，我还要考虑考虑。哎呀，张总，你误会了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大姐跟弟弟一时冒失，打扰大家的雅兴，我在这儿替他们跟大家郑重道歉。真识大体，持重寡言，有礼有节啊，这才是凌家继承人该有的样子。相比之下，你的另一个孩子……张总，您见笑了，你稍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就来。不成器的东西，不是诚心让我凌家在张总面前颜面尽失吗？爸，这事儿不能怪大姐，是大哥先动的手。姐姐实在看不下去，然后对大哥说了几句狠话，谁知道大哥连姐姐都敢动手。是啊，爸，他刚才差点要掐死我。你们当我什么都看不到吗？不是你送的破绳子，能有什么事吗？我什么都别说了，来人，把大小姐他们给我带走！爸，带走！小峰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爸，我没事，没事就好。刚才啊，张总对你称赞有加。来，我给你引荐一下，这位呢就是天下集团的张总。张总，这位就是我的新儿子凌峰。张叔，是你吗？凌少爷认识我？小峰啊，别胡闹，这可是爸爸最重要的合作伙伴，你可别乱来。这穷小子认识张总？不会吧？对呀，他看起来跟张总好像还挺熟的样子。啊！张叔，5年前您去过南省西郊的唐家镇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当年正是您为我们镇上建了第一所希望中学，正是因为您的帮助，我才顺利读完高中，考上大学。你竟然是唐家镇的？是。当年您为我们建学校找老师，还亲自劝我们，只有好好读书才能走出大山。要是没有您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可是当时我的养父母不让我读书，您给了我5000块钱，我才考上大学。张叔，我代表唐家镇所有上不起学的孩子，感谢您。如果没有您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张叔，谢谢你。哎啊！快起来！当时建希望学校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能有更多像你这样的孩子，能够走出大山，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。看到如今你的模样，我就更坚定自己当初的做法是对的。小峰啊，从小吃了很多的苦，所以呢，他现在比所有人都努力。他现在去商学院，每天都是最早到，回来的也是最晚。有时候夜里啊，我还看他在房间里用功呢。恭喜林总，都说父无犬子，林总，你后继有人呐！不愧是凌家真少爷，行事有度，凌家只有在他手里才能更进一步。是啊，林家那个养子基因里就带着低贱，难登大雅之堂。被林家精心教养这么多年，却连场合都不分就闹脾气，这种人就不配留在林家。张叔，有件礼物我想送给你。什么礼物？这份谢礼5年前就该给你了。当时我回到学校的时候，您已经离开了。同学们都说，如果没有您的帮助，他们就不会有书读。所以，我们发自真心的写下这封感谢信。
所有人都签了名字，按了手印，就想告诉你，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们的帮助。好，这封信是我这辈子收到最好的礼物。张总身价100亿，但凡能用钱买到的东西，都不会让他有兴趣，反而是这种用再多钱都买不到的真心与名誉，才是俘虏他最大的杀手锏。我很喜欢这封信，我一定会好好珍藏。林总，祝我们接下来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小峰啊，今天啊，多亏了你呀。爸，张总同意合作了。是的，就在刚刚，我跟张总啊签署了2家的协议，而且张总啊还亲自点名要你负责这2家的项目呢。爸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努力，不给您丢脸。爸，小峰还在商学院学习，况且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突然接手这么大的一个项目，万一他搞砸了怎么办？你还有脸说话？宴会上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你公然羞辱自己的亲弟弟，你有考虑过后果吗？爸，这也不能全怪大姐，我们给大哥准备的礼物，以为他会喜欢，这顶多算好心办坏事。好心？你们的好心差点毁了林家。今天要不是小峰在张总面前力挽狂澜，我们整个林家就要被你们2个自以为是的蠢货给毁了。小峰啊，今天多亏了有你啊，以后公司的事儿就慢慢接手，有不会的地方，爸亲自教你。谢谢爸爸。爸，我也要去公司啊。你去公司干什么？那大哥大姐全去公司了，你不能厚此薄彼。妈，我要去公司帮爸爸分忧嘛。好，我就知道我是个外来的。今天我差点把爸的项目搞砸，那我走行了吧？小泽，别闹！建军，你就答应他了。小泽他迟早是要接手公司的，就当他提前熟悉业务。好吧，不过我警告你啊，去了公司之后，别给我惹出什么事端。有什么不会的，向小峰学习好了。好的，爸，我一定多向大哥学习学习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大家都早点休息啊。今天在宴会厅上，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欺负小泽，是不是就想证明你永远都压他一头？是又怎么样？一个要靠我怜悯才能在林家生存的养子，值得大姐这样大动干戈的质问你的亲弟弟？我再最后警告你一遍，小泽也是我的亲弟弟，就算你是父母的亲生骨血又怎么样？属于小泽的，你一个都夺不走。多谢你为我提供的身份信息和礼物，张总很满意。能帮到风哥哥，小海真的很开心。秋雅是个好女孩，可豪门水深，稍不留神就是万劫不复。之前欠她已经不少了，以后还是少把她拖下水吧。大少爷，这是集团任命总经理的合同，您签完字，从商学院毕业之后就可以立刻出任林氏集团的总经理。区一个总经理就让你得意忘形？土狗就是土狗，没见过什么世面。白痴！你说什么？咬人的狗从来不会乱叫，而你只会鹰鹰犬吠，一无是处。你敢骂我是狗？骂你是狗那是在抬举你，劝你在我生气之前最好滚出我的视线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你们俩兄弟聊什么呢？妈，我在跟大哥聊业务上的事情，你说是吧，大哥？看到你们兄弟俩这么和睦啊，简直是太开心了。小峰啊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讲。你说嘛。你楚叔叔啊，刚刚打过电话，他想让你放学的时候啊，捎倾城一程。妈，倾城家不是有司机吗？干嘛让大哥送？
你楚叔叔家的司机刚被辞退了，这刚好呢，小凤跟倾城之间又有点误会，那趁机让他们多接触接触，也早点成为朋友。哼，成为朋友，真是可笑的借口。楚家是看中了我林家血脉嫡子的身份，以及在晚宴上展现出来的商业价值，想要撮合我跟楚倾城在一起。凌风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凌风，我跟倾城从小就是青梅竹马，他爱的人是我，我也绝不会允许你把他从我身边夺走。豪门家族的婚姻向来都是家中长辈权衡利弊后做出的决定，你们跟我说又有什么用？你装什么装？你不就是个利用林叔叔亲儿子的身份逼迫？不然我爸怎么可能会让我和小泽分手？原来你知道我才是林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你我两家是世交，为了这么一个上不去台面的养子，与我交恶，值得吧？小泽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嫁给他的。我最爱的人只有你。倾城，真是令人感动的爱情。不过，你俩在我面前表演有什么用啊？有本事说服你父母，让你嫁给林文泽这个养子，跟他吃苦受穷一辈子。这可就不劳你担心了。我就算吃苦受苦，那也只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小泽，我们走。哼！呸！愚蠢的恋爱脑。没事了啊，不要因为这种事情生气。胡闹！婚姻大事是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吗？楚天舒亲自给我打电话，指明要楚倾城嫁给林峰。爸，我跟倾城可是青梅竹马呀。青梅竹马？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无用，惹了那个楚家的厌烦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娶倾城。我要娶不到倾城的话，我就离家出走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哎呀，好孩子，不说那傻话了啊！爸，小泽和倾城从小就是青梅竹马，你也是看在眼里的呀。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怎么能说散就散呢？那我能怎么办？你告诉我，我怎么样跟楚天舒和小峰交代？我一直把小泽当亲生儿子对待，就算倾城嫁给了小泽，该属于他们的一分也不会少。至于小峰，哎，小峰，妈有件事跟你说。大哥，爸妈已经答应把倾城嫁给我了，你一定会替我高兴的，对吧？小峰啊，小泽和倾城两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，这感情好的不得了。你楚叔叔他们呢，可以不考虑女儿的未来，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你的幸福。这样，妈保证，等你毕业之后，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女朋友，好不好？就是，大哥，要不就听妈的吧，倾城不适合你。林峰，倾城是楚家大小姐，从小就被当作贵族名媛来培养。她要嫁的人也只能是风流倜傥的豪门公子。至于你，跟倾城真的不合适。我也觉得楚倾城他配不上我，不过呢，为了林家跟楚家的友谊，我可以娶她。你，小峰啊，你不是之前跟倾城有矛盾吗？爸，那就是一点小误会而已。况且话说回来，楚倾城不管样貌还是身世都和我相配，楚叔还那么看好我，所以这份亲事我认下了。小峰，这小泽等他们……林文泽毕业之后，你可以给他找更好的。哎，小峰，哎呀，哎，我也不管了。大姐，林峰那个混蛋要跟我抢倾城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得逞。大姐，你有办法？一个贫民窟出来的废物，先是抢走我总经理的位置，现在要抢你的未婚妻，简直就是找死！林峰，既然你给脸不要脸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峰哥，你还坐在这看书的？别看了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你自己看吧。哎，
峰哥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人去清理了。做你知道吗？不必了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只要我还是林家的少爷，就算没有楚清城，林家人也会不断给我介绍其他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何不借林文泽的手，把事情闹大一些，这样可以为我避免很多麻烦。可是什么？你是想说名声？这东西值几毛钱，在没有得到林家全部家产之前，我可不想早早踏入婚姻的坟墓。风哥哥，传单我看到了，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？怎么会呢？有麻烦的是他们。小凤，这些照片怎么回事？爸，他是我以前同学，家庭条件也不好，我们一起打过工。那就好。小凤啊，你现在是林家的少爷，又是楚家看中的女婿，你知道自己的身份。你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好，那这件事儿，爸帮你处理干净。哎呦，你看这，看，哟，大哥来了。林峰，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？小峰，我不管你以前什么样子，但是林家有林家的规矩，赶紧跟你那些没用的朋友断绝关系。为什么要断？我现在是林家大少爷，年少多金，有女人追不正常吗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还有没有一点礼义廉耻？你一个天天在夜店鬼混点男模的人，也配跟我谈礼义廉耻？我什么我？真搞不明白。放着好好的亲弟弟不成，天天去舔一个血脉卑贱的假货。一个大男人只会靠女人，还觉着3岁小孩造谣告状，哼，可笑至极。说他是废物，都是在抬举。妈，我没有，都是大哥污蔑我跟大姐。小泽，你放心吧，有大姐在，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。峰哥，外面有个漂亮姑娘找你，好像是传单上的女人。凌风，妈说过了，让你别跟那不三不四的女人勾搭，并且让我看着你。滚！哎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你连妈的命令都不听了吗？林文泽，你想怎么跟我玩都没问题，但你不该把秋雅也牵扯进来，我很不高兴，后果很严重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林峰，打人啊！又有好戏看了。林峰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哎呦！风哥哥，秋雅，你怎么来了？风哥哥，我很担心你，就想过来看看你。现在林家在找你，楚家也在找你，你这个时候出来太危险了。我不怕，这个是你给我的，1分都没花，还给你。不要钱？那你为什么还愿意帮我？你喜欢我？我不喜欢你，我只是因为你做了一些我不能做的事情。我都知道。你知道？那你为什么？风哥哥，不管你是不是利用我，我是真心的想帮你，不求回报，只要你高兴，我就很满足。真是个傻丫头。我只愿意做风哥哥一个人的傻丫头。你先回去吧，等这件事结束之后，我会找你的。凌风，你是不是又跟那个野女人在一起？你楚叔叔把状告到我这里，马上给我回来！你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打电话你不接？还有啊，你又为什么动手打你弟弟啊？爸，
这事不怪我，因为林文泽他想害我。林峰，你还恶人先告状，这件事情跟小泽有什么关系吗？爸，我和楚家联姻在即，所以有人故意调查我，还故意隐居秋雅，目的就是破坏我们两家的感情。这个人就是他。大哥，打我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污蔑我？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？林峰，你太过分了，快给小泽道歉！该道歉的不是我。好了，你们都给我出嘴！爸，我有证据。爸，您看，若不是他拍了这些照片，这件事怎么可能让楚家知道？又怎么会丢了咱们林家的颜面？爸，这件事跟我没关系。自己沾花惹草，要不是你不检点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照片呢？林玉堂，你给我闭嘴！他是你亲弟弟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件事儿是雨堂他们做的不对，爸呢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不过这件事儿楚家已经知道了，为了家族的颜面，这次去联姻只能是小泽。所以被污蔑的是我，受委屈的也是我，最后承担所有后果的人还是我，对吗？大哥，对不起，我实在太爱京城，所以才做错了事。但是我们是一家人，你会原谅我，对吧？小峰，爸知道这件事儿你受了很大的委屈，但是楚家和凌家已经合作了这么多年，总不能因为这点小事而出什么间隙吧？这样，我知道你是爸的好儿子，你会原谅我的，对吧？不是小峰，你怎么就不能听话一点呢？总经理的位置你已经抢了，现在小泽的未婚妻你还要抢，那总不能什么事情都让你占了吧？林峰，你太自私了！自从你回到这个家之后，林家就没有一天安分过。早知道是这个样子，我当时就不该把你接回来。够了！林峰，你疯了吗？我是疯了，我被你们逼疯了！明明受委屈的是我，凭什么还让我忍？为什么每次听话懂事的人都得是我呢？跟楚家有婚约的人是我，他林文泽一个养子，凭什么跟我争啊？才是你们的亲儿子、亲弟弟，我身上流的才是林家唯一的血。我知道，就算你们在一块生活了20年，你们有感情，但我这么努力想要融入这个家，为什么你们就这样一直偏心，一点机会也不给我呢？傻孩子，怎么能说出那种话呢？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妈怎么可能不爱你呀？妈，你口口声声说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但我刚一到家，你就要把祖传的玉佩送给他。我在学校被人打，你第一时间关心的还是他。到现在，我被他设计毁了楚家的婚约，让我咽下这口气的人还是你。你如果那么爱他，你找我回来干嘛？如果我不回来，我至少不会恨你。小峰，对不起，都是妈的错，妈应该多关心关心你。小峰，这件事情大姐确实对不起你，可是小泽和倾城是真心相爱的，大姐不忍心拆散他们，所以才用了一些过激的方法。这样吧，你想要什么随便说，大姐都满足你。我的名誉被毁，几个臭钱就想打发我？林雨堂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弟弟，你真的把我当成亲弟弟吗？在你心里，你的那个好弟弟，永远只有林文泽这个样子。大哥，这件事都是我的错，跟大姐和妈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要想发火，就都冲我来。林文泽，事到如今还在立这个听话乖巧的人设是吗？我知道，从我进这个家第一天，你就不喜欢我，你怕你自己失宠，失去现在的生活。
所以你一直利用姐跟妈妈对你的爱，欺负我，诬陷我，目的就是让他们讨厌我。你怕失去这一切，这些明明就应该是我的，而你林文泽才是这个家最大的寄生虫。够了，小风，爸知道你委屈，但是咱们终究是一家人啊，你怎么这么能说小泽呢？一家人，我一直把你们当成一家人，可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成过一家人？他马上要娶楚家的女儿，注定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大姐在公司这么多年，有10%的股份，被您当成接班人培养，而我呢，在学校那么努力，我为的就是要得到您的认可，但我得到的是什么？我得到的是姐姐跟这个杨子联合起来，把我的尊严踩在脚下，狠狠的摩擦。而你们原本应该护着我的爸妈，却只会让我忍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会忍了。我受过的所有欺负，我会1000倍100倍的还回来。小风，爸知道你委屈，这样吧，与天下集团的合作就交给你来负责。还有，你不是一直羡慕你大姐有公司股份吗？这样，我也同样给你公司10%的股份。爸，你冷静一点，10%的股份，再加上总经理，在公司董事会上是有绝对话语权的，你怎么能随随便便给别人呢？什么叫随随便便？小峰也是我儿子，别说给他10%的股份，就是要我给他整个凌氏，我也都给他。爸，谢谢你。不过我不想要这些东西，我只想要爸爸和妈妈能够多爱我一点就足够了。傻孩子，你呀，永远是爸妈最爱的孩子。这样吧，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，大家都休息去。我的计划明明就很完美，但为什么林峰这个混蛋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，甚至就属于我的股份都被抢走了？优秀的演员总能有精湛的演技打动观众。10%的股份加上项目负责人，顺便甩开楚清城这个碍事的拖油瓶，这次的收益我很满意。哼。林峰，这是你的办公室，看还满意吗？谢谢姐，我很满意。姐，那我的办公室呢？实习生没有办公室啊？我姐，凭什么那个贫民窟出来的废物都有独立办公室，而我堂堂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跟那群牛马坐在一起？我不管，我也要独立办公室。小泽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林峰之所以有独立的办公室，是因为这次和天下集团合作的项目，所以是必须要有的。因为这次合作的项目计划属于绝密，再加上林峰又是天下集团钦点项目负责人，给他一个独立的办公室，也是为了安全起见嘛。那岂不是机密泄露，他要负主要责任？责任？恐怕这个责任他担当不起。林峰少爷，这是我们与天下集团的计划书，后续方案需要您填写一下。林总和张总等着我去汇报。这份计划书是商业机密，关乎我们林氏和天下集团的后续合作，十分重要。你直接把这份计划交给林总和张总，记住，千万不能被第二个人看到。是。大小姐，您要的东西已经全部搞定，确定吗？确定，我亲眼看着林峰写的。很好，答应你的东西绝对少不了。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车，从后门走，会有人带你。是，大小姐。
不是说开会吗？怎么没人探讨？探讨什么？探讨商业机密是如何被你泄露的吗？哎呀，大哥，你说你怎么这么一不小心闯了这么大的祸呀？还是说你嫉妒爸妈偏心我，所以你故意的呀？你们的意思是我泄露了商业机密？不是你，还能是我呀？我连独立办公室都没有。没错，这件事情你有什么话说？张叔，这事不是我做的，您给我几分钟时间，我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别说几分钟了，就算给你1天时间，又能怎么样？你作为项目计划的负责人，商业机密泄露人尽皆知，而你要负全部责任。拖延时间是没有用的，林峰，你做错了事就要认。张总，我这个不懂事的蠢弟弟，害得你们天下集团受了那么大的损失。您放心，我们林氏不会袒护任何人，一定会让罪魁祸首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林语堂，胡说什么？我们林氏什么时候事情需要你来拍板做决定啊？爸，这个时候您还要袒护他吗？林峰这次闯的祸太大了，就算林氏不计较损失，你觉得天下集团会放过他吗？林总，我觉得大小姐说的没错，这件事情必须有个人给个交代。张总，您放心，这件事儿我们林氏绝对不会推脱，只不过您需要给我点时间，我来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检查清楚。还调查什么呀？整个项目的后续计划只有林峰办公室有，不是他泄露的，还能有谁？废物，这个时候还在装模作样，你以为这次爸爸还能护住你？爸，整个项目的核心计划只有大哥是负责，除了你跟张总之外，他是唯一知情。不是他泄露的，那还能是张总啊？笑！这个项目是我们天下集团牵头的，投资也比你们林氏集团整整多出10亿，自己泄密自己的重点项目，我疯了吗？张总，您消消气儿，我们绝对没有怀疑您的意思。那是谁？林总，今天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，要不咱们只有法庭见了。张总，我不用那么麻烦，你要的交代我现在给你。来，把人带上来。方少爷果然料事如神，这贱人从后门想跑，被我们正好堵住了。黄秘书，是你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哥，你不能自己泄露了商业机密，就把全部责任推到一个小小的秘书身上，你良心过得去？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，还在玩挑拨离间这种小把戏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爸，这件事情是有人故意搅黄咱们跟天下集团的合作，甚至不惜以出卖我林氏集团利益为代价。是谁？让我知道，我一定让他好看。不管是你们谁泄了密，这个项目我们天下集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这个损失你们林氏集团必须给个交代。张总，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林氏的问题，天下集团的所有损失由我们林氏承担。只不过现在我有些私事要处理，请您到休息室稍作休息。张总，您稍等，不然您再看看这计划书。这是……我早就发现这个秘书有古怪，所以我留了个心，给他一份假的。真正流出去的根本就不是我的计划书。小峰，你是说这件事根本就是假的？我们的真实计划完全没有泄露出去？当然。好，有勇有谋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林总真是好福气。
有这么优秀的继承人。张总，您过誉了。大哥，好算计啊，连自己的秘书都要提防。我从小就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所以我深知一个道理，那就是没有人是可以完全相信的。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个，那就是爸。不愧是我的儿子，以后我这个林氏交到你手中，爸就放心了。与天下集团的项目，你就是唯一负责人，所有的机密决定由你一个人来负责。本来我还想着等你从商学院学习毕业之后，再回来慢慢履行总经理的职责。哈哈，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必要了。等会儿啊，我就去董事会宣布对你的全权任命。爸，你凭什么给他那么高的职位？论年龄，论资历，我哪点不比他强？这个位置应该是我的。你给我坐下！张总还在这儿呢，我给你留着颜面呢。你再敢多说一个字儿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爸，在这个贫民窟的废物来之前，你明明亲口答应你会把林氏集团继承给我。我知道了，就是你，一定是你给爸爸灌了什么迷魂药，才会做出这么糊涂的决定。你这个白眼狼！林语堂，你做过什么混账事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风少爷饶命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说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泄露商业机密，造成重大损失，10年起步。好，既然你不想说，我就成全你。来人，报警！不，我不要做了。我说，是大小姐，她给了我100万，让我这么做的。我说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林语堂，你是我们林家的老大，我曾经对你寄予厚望，可是你为了一己之私，竟然陷害你的亲弟弟，还置于公司的利益于不顾。知道你现在的行为对公司有怎样的伤害吗？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也是被猪肉蒙了心，不该嫉妒弟弟，你就再原谅我一次吧。是啊，爸，你就原谅大姐吧，反正也对公司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害。你也给我闭嘴！以前觉得你年龄小不懂事儿，好好合伙，姐姐也关心你，没想到你也是个扶不上墙的蠢货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2个给我滚出林氏！以前给你们的所有一切全部收回。来人啊，把他们俩给我带走！你给我滚开！我不走，谁也别想把我赶出林氏！你混账东西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林峰，你一个贫民窟的废物，你凭什么跟我争林氏？争？大姐这话什么意思？论道理，我为林家争取到了天下集团的合作，而且刚刚我力挽狂澜，避免了重大损失，我大功于林家。论私情，我是爸妈亲生骨肉，林家唯一的男丁，我不继承林氏，谁来继承？你吗？还是这个连血缘关系都没有的杂种？你放屁！我在林氏辛辛苦苦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有苦劳吧？你凭什么否定我的一切？还有，我的亲弟弟从来就不是你，我的弟弟只有小泽一个。为了这一点点利益，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了，这是我细心培养的女儿，好得很呐！林氏不只是我们林家的，还有上千张跟着吃饭的嘴呢。这样的重任，怎么能交给一个6亲不认的人手中呢？爸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也有林氏的血脉，我有继承权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没有了。稍后我就会召开董事会，立下遗嘱，林家的一切都交给林峰一个人继承。至于你们，我会给你们留下足够的钱，保证你们今后的日子衣食无忧。你笑什么？爸，你为了一个贫民窟来的废物，当真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你自己做的混账事，这能怪得了谁？事到如今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这个废物。我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们谁也别想得到。混账！你想干什么？给我滚出去！林家是我的，谁也不许争！来人！
义女，你要干什么？爸，您当真觉得我在林家这么多年，什么都不做是吗？现在公司的骨干已经被我收买了一半，只要我一声下令，他们就会听我号。姐，你真厉害啊！爸，如果您现在召开董事会，宣称自愿把林氏的继承权让给我，还当你是我爸，并且会好好的给你养老。还有，我要你亲自声明，林峰当年就没有报错，他自始至终都不是林家的血脉。不可能！爸，您觉得您还有话语权？张总，如果你愿意支持我，那么这次的合作，我可以代表林氏再让你3成。小泽，你跟倾城是青梅竹马，争取到楚家那边的支持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大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争取。我凌剑军到底造了什么孽？居然养了你们这群白眼狼！爸，事到如今，您不该怪我，要怪就怪这个丧人心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我们一家人和和睦睦，怎么会有今天的事？林峰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没想到林玉堂竟然敢公然背叛凌剑军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难道一切谋划终究要落空了吗？大姐，他就是一个废物，没有爸爸的支持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谁敢？是你跟林峰搞在一起的那个女人。风哥哥，我来帮你了。可笑，你跟林峰同命相连，有什么本事帮你？大小姐秋雅，你是我们天下集团背后最大的股东，就是南省邱家，而秋雅小姐就是我们邱家唯一的千金。风哥哥，不管我是谁，我都是那个默默帮助你、爱你的秋雅。凌家的人我已经控制住了，有我在，没人敢伤害你。不愧是我的好儿子呀！不仅能力出众，谈恋爱的眼光也比我这个爹强100倍呀！爸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原谅我最后一次好不好？你的卡我已经给你停了，你现在赶紧给我滚回家闭门思过，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出来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跟大哥作对了。还是小凤说的对呀，这流的不是相同的血，你就算对他再好，这个心也永远暖不透。来人，把这个逆子给我送回他亲爸妈那里，从此以后凌文泽与我凌家再无半点关系。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，爸，我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爸。小凤，走，咱们回家。嗯。